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大家晚上好。我看看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也开开。对，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老范的周三读评。把字儿调大一点，好的。有人一早就来打卡了，这是6点来打的卡，好吧？然后7点也有喊来了的，但是我们每周的读评都是从8点开始。好，那么开始。第一条，为什么搞技术的都难沟通啊？在这个上头有人回复了，说马斯克最早在特斯拉造车的时候，有工程师忽悠他，最后马斯克禁止员工用简化词来解决。这个有人在讲说，马斯克其实是有一种这个，就是类似于自闭式的这种沟通障碍的这种病。对吧？但是这个我也没有进一步的去核实这件事儿，但是我并不认为简化词被禁止掉就是一个好的方法。其实我们使用很多这种简化词是为了提高交流和沟通的效率。就是当我们已经知道一些规则、潜规则以及简化词的时候呢，大量使用这些词语会让沟通的效率上升。甚至呢，可以产生更多的这种相互之间的认同感，就相当于是你出去跟人聊天，发现老乡遇老乡是一样的，对吧？这个还是有效果的。你说彻底禁止了，在一定时间内可以吧，或者在小范围内是可以的，但是大范围长时间啊不建议。对，晚上好啊，晚上好，第一次赶上直播啊，欢迎，晚上好。我们继续啊，然后是马斯克3小时访谈啊，这条还是很多评论，我在里边挑了几条吧。第一个呢，说人的本能是惰性的，都富有了，没人上班了，被 AI 干掉工作的行业是啥，还真不好说。至少现在大厂高工纷纷被裁员的时候，护士、护工啊严重短缺，这些非常考验耐心和调理的工作很累啊，很多从业人员都工作的很不开心。这件事呢是这样，就是是不是给人发钱就会让人懒惰这个事儿呢？我觉得需要验证吧，至少目前为止还需要验证。我呢看到过几个案例啊，第一个呢就是，当人确实有巨大的生存压力的时候，会爆发出，很强的这种动力来啊，或者说很勤奋。以中国的这个低人权现状就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生死线上的时候，就会很努力的去干活，啊，甚至搞成产能过剩。然后啊，像日本呢，因为我去年是去过一次啊，他们就跟我讲说，后来他们禁止加班啊，禁止去，这个搞这种内卷文化嘛。然后呢，现在日本本地人就是去了中国人不算啊，因为中国人去了还是要卷的，就是日本人现在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更多的音乐会啊，更多的演出，更多的这种精神追求。那你说这个行不行呢？应该也还行吧。但你说更有钱啊，说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有钱了以后，他们是不是依然会努力去追求自己所爱好的事情呢？我这儿呢还有一个案例啊，就是当时我记得是在游戏公司的时候去投资一个，应该是瑞典的一个公司吧，还是芬兰的公司，我想不起来了，反正是北欧的一个公司。当时呢，跟他们签的协议就是说啊，你们要限制一下工资，因为投资协议呢一般都会限制工资的啊，不会说把钱投给人家，然后让人开开心心的去花，这事儿是不行的。但是人家跟我们讲说这个不行啊，你这个限制的太低了。
后来说为什么呢？他说这个，这个在当地嘛，他的这个失业补助就是这么多。如果你的工资比这个失业补助还低的话，它会被认为是欺诈的，所以你必须得比失业补助高，对吧？那他们的人也在努力的做游戏，对吧？也在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没有说啊，你失业补助就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就不干活了，对吧？这个也有一些案例啊，当然还有案例就是咱们吃大锅饭的时候就确实不干活，所以这件事儿呢，我觉得，需要去思考啊，这个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有了钱还干活，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有了钱就不干活了，可能是需要大家去讨论和思考的问题。至于被 AI 干掉的工作的话，现在其实干掉很多的还是，其实工程师干掉了一部分吧，不是那么多，更多的是销售啊，这个行政、内部协调啊，这些人实际上被干掉了非常非常多。至于说护工和护士呢，要等人形机器人上来了啊，这个可能还需要3、5年啊，让他们再稍微坚持坚持。继续啊，说只要有资本主义，资本就会往富人手上集中，就不可能将来每个人过幸福的日子。这件事儿呢，其实跟我们正常的认知是反的。资本主义呢，虽然啊这个资本在向富人手中集中，但是呢，他们一人一票，对吧？所以呢，工会有巨大的权利啊，导致呢这些富人需要跟穷人商量着来啊，因为你富人再有钱，你到投票的时候你还是一票啊，这个就会比较麻烦。而像咱们这儿呢，就是啊，这个穷人就没有什么发声的渠道，或者说他也没有办法影响什么事情，对吧？只能为大局牺牲的时候，那哪边过得更幸福，哪边过得更惨，这个大家需要重新去思考了。还有啊，说如果人类掌握能够从外部将超级 AI 关闭的开关，那就不是人类不应尝试控制超级人类的 AI 了啊，超过人类的 AI 了啊，那种开关在 AI 全面超越人类之时必然会消失。更大的可能性是人类将不得不自愿接受 AI 的安排，否则难以独立面对越来越越来越艰难，难以立足的环境。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不能把 AI 作为一个整体，也不能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等到最后啊，说人类可以控制 AI，可以去，咱们先不说是不是关闭 AI 吧，或者说能够调整 AI 的这个运行方式，能够调参数，这个应该会最后落在少部分人手中，绝大部分人会开开心心的将自己的生活交给 AI 来去安排，对吧？但依然会有极少部分的人可以去调整和控制 AI 啊，可能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有的时候你就是有一些自动化的功能的时候，你会很开心的去接受的。就像我们以前还会背电话号码，后来有智能手机以后，谁还背那玩意儿，对吧？通通都是存进去完事儿。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去背电话号码啊？这个反正我是，自打开始使用智能手机以后，就再也没有背过电话号码了。啊，你像我现在开小米预期的车，对吧？我就想着说，哎呀，这玩意儿智驾不太靠谱啊，我不能使啊，对吧？但是你使了几次以后，发现还是挺爽的，特别是这个停车，对吧？你比如说在一些比较难停的这种停车位，你只要摁一下辅助停车，然后就交给他完事儿了，你不用管了啊。或者说你现在需要从这个停车位里把它开出来的时候，对吧？你可以站在车外边，然后拿着手机说来给我开出来啊，向左开，向右开，他就这个倒来倒去啊，就是原来我们需要坐在车里头，然后看着前后左右这个在那儿倒腾啊，倒几把把车倒出来，现在不用了，一把倒出来，对吧？这个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的。就是当有这个方便了以后的话，我们慢慢的就会退化掉啊，就以后就可能不会停车了啊。还有人说啊，说对苹果有个屁的伤害，眼镜不也是靠苹果造？你们造这些东西跟苹果能比不？AI 提供所有的视频，做梦了。这个人类的核心需求都是违规的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呃，苹果呢，未来到底向什么样的方向走，这个还不好说啊。现在其实，
要注意有一个特别神奇的现象，就是美股这七巨头，这七巨头都积攒了大量的现金包括苹果、微软、英伟达，对吧？特斯拉手里现金应该没有那么多，但是刚才我举这几个都是手里现金巨多巨多的。像这些公司来说呢，倒不是说哪个产品作废了，或者哪个产品没跟上时代就会被干掉。他们这种大公司或者这种超级大公司被干掉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现金不够了，对吧？你只要现金还够你就可以接着往下玩耍。所以苹果呢不会被他们直接干掉，但是 iPhone 呢就真不一定了。至于眼镜呢，苹果现在做的其实不怎么样，苹果是没有做眼镜的苹果做了一个叫 Vision Pro 的东西，现在做的也一般吧。至于 AI 提供的视频是不是违规这件事呢？规则并不是只有一个，对吧？在美国或者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人家还可以进行分级呢，对吧？你既然可以分级，而且还有像马斯克这样的人，我就是要让 Grok 出这种成人内容，对吧 ？OpenAI 也快要出成人内容，这估计12月会出成人内容了，对吧？那么这个到底违的什么规呢？难道世界上只有一种规吗？对，大家来了都点赞了没有啊？这个看视频一定要点赞哦。是说马斯克有 ADHD 吗？好像是有一种病但是具体我没有去研究。看到京东老板那个一周工作1小时的言论了吗？包括马斯克最近也有类似的说法。其实，真的到了 AI 替人干活的时候，估计股市啥的也就没有了。整个经济规则都是彻底改变，千年的生产消费模型也就失灵了。这件事儿呢，我是不相信的刘强东呢，这个讲的话，反正大家就不要太当真就好了。如果一周只需要工作1小时的话，刘强东绝对会把人裁掉裁到这个让剩下的人可以一周工作，可能至少得80小时他才会停下来。就像现在这个 Oracle 不是 Oracle，就是现在是亚马逊这些公司动不动就裁个3万人就开始搞这种事情。不能完全相信现阶段的自动驾驶，对，这个现在肯定还不行了。这是什么奇怪的问题？Mountain View这个名字很好，这个应该不至于。赞点赞点赞，对，一周工作1小时，不就是灵活就业吗？这个你像我也灵活就业，我每周工作的时间是非常非常长的。第一次赶上直播美西4点，居然失眠刷到直播了这是凌晨4点嘛？那你这个确实是比较神奇好，我们来继续读评论。山姆河马化，就是山姆找了一个阿里系的 CEO 回来，然后最近也是在不停的被骂有人在回复说零售最终还是拼质量和性价比。山姆的东西不便宜质量上现在小巷超市买的感觉也都不错。我并不认为这个零售就是拼质量和性价比，对吧？它其实呢拼的是一种信任和选择，就是当我们信任它了然后我们就会在那里头买一些比较贵的东西。其实我们经常讲这样的一个事儿，就是这个我给你下套这个把你套住了以后，我卖什么你都得买，对吧？其实山姆也是干了这么个活，他用很长一段时间的这种就是品质还不错的这个口碑，然后让大家去买，然后在这个里头呢，总有一些性价比不是那么好的东西。而对于小巷超市来说呢，这个反正我有时候也会去买吧，但是不多这个非常不稳定。就是为什么说它一定要稳定呢？因为你比如说吧，你买10样东西有1样东西感觉不好，你可能下次不买了你买了100样东西有1样东西不好，
你说，哎，这个也许可以再试一试，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你这个稳定是最重要的啊。这个大家为什么要建立品牌、建立口碑，对吧？目标还是要去吸引人进来，进行无脑的购买，对吧？你说，哎，我山姆啊做了这么长时间了，对吧？大家习惯上那儿去买东西啊，都觉得那儿的东西放心。那你说他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说你下次来继续开心买东西，而是为了你下次去山姆买东西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去跟别人对比了，对吧？你不要再去货比三家了，你就在山姆买了就完了，对吧？你要无脑冲啊，这个才是人家真正的目的啊。还有人说啊，洗地的吧，不用看了，讲什么他干什么啊，他是不是阿里人吧，对吧？这种人呢，我觉得为什么一定要把他的评论拎出来给大家晒一晒呢？这就属于没脑子的人，对吧？这个看了个标题啊，你是来洗地的，对吧？他管他干嘛呢？你只要是阿里的，你就是十恶不赦。这个阿里也是有，应该也有十几万人吧，对吧？所有阿里的人都应该拉出去枪毙嘛，对吧？这种你说带着这样的脑子，你为什么要来看 YouTube 呢？这个真好奇怪啊，对吧？太神奇了啊！还有人说啊，最近国内三天两头看到山姆的负面新闻啊，这个是，我最近呢看到一个评论吧，或者两个评论啊，都是相关的。第一个是什么呢？在中国现在的网络上呢，戾气很重啊，就是不允许任何的这种否定或者不同意见啊，然后稍微有一点点毛边的事情呢，就一定要冲上去骂。对吧？这就是当前啊中国互联网的一个现状。然后另外一个呢，特别有意思，跟小鹏有关啊。说这个小鹏因为发机器人了嘛，然后股价大涨，港股大涨了13%啊，美股大概是涨了14%还是16%，反正涨得非常猛。然后呢，他说现在小鹏已经不怕别的了啊，不怕亏钱啊，也不怕这个车卖不掉，也不怕机器人造不出来，就怕一样事儿，什么呢？怕骂。对吧？原来呢，大家是骂比亚迪啊，因为华为你是不敢骂他嘛，你骂他他就真逮你，对吧？后来就通通都去骂小米啊，然后呢再去说以后可能小米也没什么可骂的了，对吧？以后就可以去骂小鹏了，啊，这个中国呢确实如此啊，因为你去骂这个第二名、第三名，他没有流量，对吧？你必须要骂第一名啊，你不骂第一名这事儿就谁看你啊？所以山姆呢？在商超界，在中国绝对是遥遥领先的第一名，对吧？那么，那大家一定是骂山姆这个事儿才有可能有流量，对吧？大家为了流量，为了博这个眼球，你也得骂他呀。最近好像是今天的事儿吧，是网信办把一大批的车圈大 V 全都给封了，对吧？你就是上来带节奏蹭流量什么这边通通都封掉就完事儿了，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没有任何办法，所以山姆，你只要坐在这个位置上，必然有负面，啊，小米当时站得上的时候也必然有负面，啊，而且这些人呢，他没有脑子，啊，骂完了以后呢，还觉得给自己找理由啊，这帮人就不行啊，然后那个他们就是这个恶人啊，这些坏人就造不出车来，对吧？他就会给自己找这样的理由，然后说服自己，我可以去骂他，啊，这个山姆其实也是一样的。骂阿里、骂山姆、骂这个小米啊，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气。当然，以后可能会骂小鹏啊，就轮不上小米了。在推特上看到的很多关于语言大模型的讨论，都上升到了哲学范畴了啊。这个东西其实离哲学还有点距离呢，对吧？这个，怎么说呢？因为有太多的人啊，生活被它触动了，但是呢，又搞不清这东西是什么，就只能向着不可知论的方式前进了。人被裁员，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生产的东西卖给谁啊？没有人买，哪儿来盈利啊？这个呢是未来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对吧？这个怎么说呢？我昨天还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现在有一新职业，这个新职业叫呃 AI 代码补锅匠，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 AI 写的代码呢，大面上能跑，但是呢，很多细节上是非常毛糙的。你让他写一个小的示例没毛病，但是你要让他写一个很完整的应用呢，就很麻烦啊。即使是做 TDD 啊，也就是这个驱动叫测试驱动开发，它依然很难写出这个特别完整的这个代码来。那么现在的程序员要干的活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啊，向 AI 提出提示词啊，说去给我写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呢要去做调试啊，调完了以后看看到底哪儿写错了，最后呢是要在 AI 写的代码上进行修修补补，才能够得到一个可用的产品。这个只是说你的工作岗位发生变化了啊，原来是程序员，现在新的岗位叫做 AI 代码补锅匠啊。因为这个锅破了嘛，对吧？人家要甩锅啊，那你就需要把这个锅补上。王海滨啊，这个王海滨不太了解啊，这个就没看过了啊。就是你们呢经常会建议我看这个看那个，但是我自己的时间呢还是比较紧张的，对吧？而且呢，我一般不会对这种我没看过的视频或者不了解的信息呢进行评价。对吧？这个是也是避免说一知半解，给大家带来一些困扰，或者说也给自己惹上麻烦吧。这个是我一贯的这种这个习惯啊，所以就是你们建议我看的呢，这个大部分我也没空去看去。来了点赞啊，欢迎啊，一定要去点个赞呀。今天好像人很少嘛，只有90几个人，没关系，接着聊吧。呃，这个美国 AI 啊缺电啊，在这条视频上呢，有人回复了说洋鬼子要是没有我大清的茶叶，都要活活便秘而死了。这个是鸦片战争之前啊，这个中国人对于洋人的一个这个很片面的认知吧。但是现在的话，我相信这个认知还是会好很多了啊。就是美国有这么多中国人，对吧？然后也有互联网啊，有这么多人会去看到说啊，美国人到底有什么，没有什么，对吧？那么在这一块上的话，大家还是会比那个时候眼界开阔很多吧。然后啊，说稀土解禁啊，一切问题解禁。欧美现在会疯狂囤货，中国企业会疯狂贱卖，因为他们拿不到补贴，需要在等下次发疯禁运之前把棺材本赚回来。至于什么光电板下面放羊啊，全世界都知道，冲洗光电的水是含铅的。这个那些羊肉一定有毒啊，但是中国不在乎，中国人啊本来就不算人啊，这个冲光电板的这个水含铅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得回头去研究研究如果确实含铅的话，那以后这个羊肉就不能吃了至于说囤货这件事儿的话，呃，看吧，这个他们未必囤得了多少，但是稀土原料这个事儿，就是本身用量也不是那么大吧，看看他们到底怎么个囤法吧。中国现在确实在囤油啊，而且囤了够全国大概用180天的油，而且现在还在疯狂囤很多人就在担心说，哎，中国囤这么多油，你们想干嘛，对吧？是不是这个准备应对封锁了准备打一仗应对封锁？这种怎么说呢？也算是给大家一些压力吧。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这个没准俄乌冲突快结束了就是如果俄乌冲突结束的话，中国可能也买不了那么多便宜俄罗斯油了，对吧？所以趁着现在赶快能囤尽量多囤点因为中国大概是造了22亿桶的这个仓库就是这种储量的仓库是造了这么多，现在大概囤了10几亿桶了，它还有空反正仓库都建了，那接着囤呗，对吧？这个石油这种东西能买别人的，那就接着买吧，那没有任何问题。然后说这个刺破泡沫的只会是资金暴雷，
连锁反应，次贷危机是因为水泥不够才垮的吗？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啊，就是你们看看今天 Covill 的那个股价，对吧？这个英伟达你可以在上头说啊，我造芯片了啊，大家去买啊。这个微软呀，或者是亚马逊啊，这些人说啊，我去盖机房了啊，没毛病啊，大家来去盖啊。但是 Covill 是真的要把这东西租出去的，对吧？如果他最后说，哎，我弄完了以后他租不出去啊，或者弄完了以后他一直在亏损，整个这个商业模式跑不通，他其实盈利还可以，就是继续在亏损，那就是开始往下掉，对吧？说你这个商业模式到底通得了还是通不了，对吧？这就会有问题。而且呢，它现在这个已经是太多的层次扣在一起了，所以一旦是底层环节崩了以后，发现你底层的故事讲不通了，那真的是有可能会崩的啊！而且最后啊，这个崩溃这个事情呢，不一定都是就是最终可能是现金暴雷啊。但是怎么说呢，它也是这个每一个层级、每一个细节都有可能出事儿啊，造成最终的资金链断裂。还有人说啊，说来说去就是中国人便宜啊，还西北的电便宜，那不是证明政府主导的盲目投资吗？这都能给你说出优越感来。这个事儿怎么说呢？你只要真的把这些电用了，对吧？把这些电，比如说，甭管是你拿去做算力了，还是拿去生产东西了，你拿去炼铝了，对吧？因为最大的用电的地方是炼铝，啊，还不是做这个什么算力中心。你要真的把这事儿弄了，弄完了以后，你把东西卖出去，然后啊，把钱回笼回来，就不算是盲目啊。你说我最后把电都发出来，然后实在是用不掉了，然后必须要拉闸，那这个事儿确实是有一些问题。但这事儿怎么办呢？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呗，对吧？电发多了，咱们就赶快建算力中心，赶快再多建点什么啊这种高能源的这种项目，对吧？这个前两天不还是联合国还指责嘛，说这个有一个大国啊，这个很不负责任啊，这个碳排放很多啊，然后咱们那个联合国应该是耿爽吧，上去说，那既然你们都这说了，我也就不谦虚了啊，你们说那个国就是我啊，中国的碳排放大概是美国什么加上欧洲加上什么多少个国家加一块儿的，大概也没咱排的多啊，但是呢，他说我们确实排的多啊，但是我也生产出这么多东西来啊，对吧？而且我生产出来这些东西，我们也在很努力的减排啊，我们所有做的承诺我们都在做呀，对吧？这怎么办呢？只能是这么一步一步往前走。好，我来看看这边还有什么啊？凑个数先到100啊，欢迎。颈椎病犯了啊，这个枕神经疼啊，躺床上听老范直播很舒服。颈椎病还是要小心的。老范是做了手术啊，这个当然我其实不算有我算有颈椎病吗？我是当时压迫神经啊，就是手麻脚麻了已经，然后最后做了个手术。再请教老范一个问题啊，互联网泡沫后，中美进入蜜月期，08次贷危机后，中美又进入蜜月期，这次 AI 泡沫如果见顶，会不会也引起新一轮的中美蜜月期呢？哎，这个思路很神奇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清奇的一个思路啊，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很难啊，我觉得非常非常难。因为呢，互联网泡沫其实是在2000年左右吧破的，当时中国其实还比较弱，啊，也还是愿意去学习的一个状态，也比较开放。然后到08年次贷危机破了以后呢，其实我是这个09年啊，我还去过旧金山，然后后边这个包括美国逐渐复苏的这段时间，我其实去过好几次。不对，我09年没去过，09年，我想想啊，我应该是
08年我去过，我08年去过美国啊，然后后面再去的话，大概就已经是一几年了啊，12年、13年、14年再去了啊，这个中间这几年没去过啊，就基本上美国也恢复过来了，那个时候确实是很蜜月。但是这一轮的中美竞争，或者说叫中美的这种，相互之间的地缘博弈呢，是，有具体的政策，也有理论基础啊。这个我还最近在看一些这种，中美博弈的这种美方的理论基础啊。这个等回头，等我再学习学习啊，这个过个1、2周去放这个会员频道吧，那种就实在没法在公众频道跟大家聊了。来了来了啊，欢迎！冲洗光电池板的水，如果不是因为专门在水里加了铅就含铅，那铅就是电池板里边逸散出来的。如果光伏电站用的是跟公开售卖的电池板一样，那不只是光伏电站的水危险，普通家装的这个电池板下过几年雨，周围的地也全都被铅污染过了。这个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你这话说的，我去问一下 GPT 吧。清洗光伏电池板的水里面含铅吗？我们去问一嘴啊，这个现在有这么多方便的工具啊，我们去问一下。整体来看，含铅风险很低啊。根据美国的这个报告，虽然一些光伏电池板中确实有铅啊，主要是和铬等重金属啊作为焊接或者是连接器材，但正常使用情况下，这些重金属是会被封装的，绝大多数不会渗出环境。多项研究显示啊，在已安装光伏组件下面的土壤环境中，铅和铬的这个铬吧，这个字念啊，含量并没有明显高于远一点的位置，即真实环境中进行重金属渗出的证据很少。专门讨论光伏组件清洗或冲洗水带有铅的问题，目前公开文件中并未找到大量数据明确证明清洗水大量含铅，且已构成危险。但是呢，也存在一定的一些限制或者是需要注意的情况。如果组件被严重损坏啊，比如说玻璃破碎了，封装层损坏了，焊接点裸露了啊，或者是老化严重，理论上铅是可能被释放的啊。这个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马斯克会把他的 Robotaxi 独立运营啊，替换掉现在的类似滴滴这样的企业。好像前段时间他说特斯拉车主可以利用特斯拉晚上去挣钱，他收7%的提成啊，这个确实是说了，但我觉得这个应该很难啊，因为什么呢？呃，很简单的一点就是，如果你的车出去拉活了，然后发生交通事故了，这个责任怎么算，对吧？这个事儿是非常麻烦的一个事儿，对吧？你像咱们还经常有这种，比如说背车人啊，就是我一个人身上背一大堆驾照，然后最后或者背一堆车牌啊，不是驾照，背一堆车牌，那些车出了这种交通事故以后，你也是要承担责任的啊，因为车这个东西是跟责任挂在一起的啊。对于马斯克来说，他真的把人家的 Model Y 弄出去拉活了，你这个责任怎么算啊？这个还比较麻烦。而且它这种东西最后还需要有很多的这叫什么来着？清洗啊，就是它这些车的清洗打扫这个成本也很高。因为现在我估计至少5年之内，它还没有办法让擎天柱去干这个活儿。比如你的车去了，先给你清洗一下啊，然后给你检查一下，然后再出去开，开完了以后再回来。你就很简单的一个事儿，你说有人在上头抽烟怎么办？对吧？人说在美国还有人跑去车里车震啊什么的，或者是
扎一针啊这种事儿，那都很麻烦。中国产的硅光电池行销全球，如果电池板本身，可以做到不含铅，否则的话，这个什么都过不了。是的，它现在电池板应该没那么多铅啊。我去一边听一边打字儿，容易语句不通顺，是这样的。那你这种语句不通顺，像我这种本来就有这个阅读障碍的人，那念起来就可费劲可费劲了。啊，终于有124个人了啊！好，咱们继续。然后是小鹏的 Iron 机器人啊，女性机器人这个视频啊，这是直播。有人说了啊，说小鹏是一家很牛的科技公司，机器人仿真做得很棒，但是和其他人形机器人一样没屁用啊！人形机器人5年之内最多在工厂小场景用用而已，这你就格局小了吧？人形机器人最主要的用途压根儿就不在工厂，当然也不是小鹏说的什么3导啊，导购、导游和导览，这东西最好的用途就是炒股，对吧？你说你前面如果买多，然后呢，这个小鹏机器人一发，然后引起讨论，大家关注，一下涨10%几，你不赚个盆满钵满，比你去工厂赚多了，对吧？特斯拉也是这么来的呀，这么多年，你想特斯拉的市值是那么多汽车公司市值总和，对吧？小鹏也是这样，它现在市值也是国内一堆新势力的总和，它卖的车都没人多，但是它的市值就直接冲上去了。所以机器人最大的用途是撑市值的啊，它不是做其他具体用途的，效果很好。还有人说啊，比拿着遥控器做后空翻的强啊，这参照系也太低了，不低，对吧？拿着遥控器做后空翻，你不要觉得这事儿难啊，这事儿容易啊，这事儿也很难，对吧？你的遥控器上做后空翻只有一个按键叫后空翻，那么剩下的都要机器人自己搞定，搞定完了以后还需要保持平衡，还不能摔个五仰八叉的，对吧？还不能把自己摔坏了，这个事儿不那么容易。你就像我们去玩这个大疆无人机似的，对吧？大疆无人机上那遥控器很简单啊，前进后退，然后左转右转，上升下降，对吧？然后左移右移，就这么几个按键啊，就是俩拨杆吧，基本上就是俩拨杆，对吧？那你这俩拨杆完了以后，剩下的呢，飞控系统呢，对吧？那都是在无人机里头的，所以这事儿没有那么简单。还有啊，说凡是公司名字跟老总名字有谐音有关联的，啊，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啊。小鹏连 AEB 都整不明白，居然敢造智驾车，后面被事实教育才改进啊。这个，我觉得你要觉得，这个怎么说呢？你要说这个老板的名字跟这个企业的名字一样的话，那太多了。比如最简单的惠普。一个姓 H，一个姓 P 嘛，对吧？这俩人在车库里头造了个电脑就出来卖了，你也没说惠普就怎么样，怎么到中国就不行了呢？对吧？这个王老吉啊，这个什么那个叫什么老干妈，这不都是拿老板的名字出来干活的吗？还有这个胖东来，对吧？于东来也是拿老板自己的名字来的。京东一个叫京，一个叫东啊，俩人创业，然后把这东西做出来了，后来京走了啊，光剩东了，对吧？这个太正常了。我觉得拿老板的名字呢去给公司起名没有什么特别大毛病，对吧？这个你不能说因为啊你用老板名字给公司起名了，这就没法整。你到美国去看那帮律所，那些律所都是谁谁谁和谁谁谁以及谁谁谁啊，他们的名字一般都是这么起的，对吧？那又怎么样了？不也都干得好好的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毛病。啊，还有人说啊，说雷军也是技术出身啊，这倒是真的，雷军也算技术出身，但是现在的话，他应该已经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已经离开技术岗位很久很久了啊。就是像国内的这些技术人员呢，一般是做技术啊，然后呢会去转到技术管理岗啊，或者我们管它叫技术官僚啊，会转到这个岗，然后呢再去转到这种真正的经营岗。啊，雷军呢就已经完全转型完成了，小鹏呢现在应该已经转到了一个完全的经营岗。其实小鹏做技术也没做几天啊，就是他可能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呢是技术，当时在亚信，
雅信是国内最大的几个做这个电信运营商管这个系统的这种公司啊。因为我以前还是亚信的一个供货商啊，在波兰的时候，他们买我们的这个产品啊，然后呢是在亚信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转到技术管理岗了。后边他在这个叫什么呢？这个UC Web 的时候，实际上更像 CTO 啊，就是 CTO 其实已经算技术官僚了，就是不上一线干活了，对吧？然后到了阿里以后，基本上就已经完完全全是一个这个就是职业经理人或者是投资人的一个身份了。还有人说啊，说我就觉得很奇怪啊，骂小鹏怎么现在统一话术就是恨国党啊？这个马斯克做人形我也骂啊，我的观点就是仿人的都没有必要。这个中国机器人公司在做运动学的绝路上狂奔。人形机器人这件事儿呢，我觉得，我反正是比较看好啊，因为为什么呢？就是人形机器人的最大的用途就是，所有人能够去的地方，所有人能够使用的工具，它可以直接使用啊，它可以跟人进行混合排班去干活啊。至于说这个，中国机器人公司的话，现在的产能其实已经过剩了，对吧？前两天是高盛还是谁是发了有这个研报。说中国的机器人相关产业的公司呢，已经准备好了巨大的产能，但是呢没有接到订单啊，甭管是马斯克也好，还是像小鹏也好，他们就算造的话，也不会进行大批量制造，所以这是新的一波产能过剩已经在路上了啊，这个确实是有一些问题，但是人形这件事呢，我觉得没问题啊。至于说骂小鹏是不是恨国党这事儿呢，你看你怎么骂，对吧？你说哎这个东西。做人形没意思啊，那这个没毛病啊。你觉得马斯克做人形也没意思啊，这个没毛病。你说，哎，小鹏因为你是中国公司啊，所以你就做不出来啊，马斯克才是牛的。这个呢，你说不是恨国党是啥？还有人说啊，为什么要走猫步啊？为什么要增加第二性征？这个手指的灵活性、稳定性解决了吗？啊，为什么不展示这些更有实际意义的功能？是哗众取宠，还是就没研究出来？就急着拿出来骗人了啊！这个事儿呢是很简单的啊，就是在这个视频里头其实讲了，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区隔化，对吧？你现在在卷这个灵活手，你有的是做灵活手的公司，国内就有好几个，对吧？那你说我买一只这样的灵活手给它装上行不行？对吧？小鹏自己22个这个灵活度的灵活手，对吧？他们是直接在指关节里头做的这个动力关节啊，就是连电机带斜波减速器都在这个指关节里头，对吧？也做了，对吧？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说你展示这玩意儿，你能够像这个一个女性这个有胸有屁股的，然后上去走猫步，能够把骨架拉出10%几吗？没有啊，因为你一定要有一个区隔，有一个差异，对吧？才能够让大家去愿意买单，对吧？这个就是这样的，就是每一次。有人第一个干出这样的事儿了，就有人买单啊，因为小鹏干过了，下一个再做女性，然后走猫步的就没用了啊，你下边还要再想新的招啊，每一次就只有完全新的这种特征出来了以后啊，才会拉动股市。然后啊，说这个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悲哀，更看重外表和噱头啊，几乎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导游一年的收入应该远不如这个成本，啊，更多的问题是容易坏，啊，不容易维护等等啊。相反，马斯克设计几乎全是最实用的，小鹏更主要的目的可能是拉资本和国家支持啊。那拉资本这事儿肯定已经达到了啊。我并不认为谁就实用一点，谁就不实用，对吧？而且导游这个事儿一年能挣几个钱？你比如说，真的是这个拉上这样的一个机器人进来，也没有什么问题，可以一直稳定运行的话，也没毛病啊。甚至你有可能把股价拉动，比如说一些文旅公司也是上市公司啊，对吧？这个不要目光太短浅啊。至于是不是容易坏，是不是容易维护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的证据，因为没有卖的嘛，对吧？所以呢，咱们就不要现在就去给人下定论啊。至于马斯克的机器人是不是实用呢？
现在马斯克的机器人也在特斯拉餐厅里头卖爆米花呢，它实用在哪儿了，对吧？这个我觉得，没必要就看着马斯克的机器人就怎么样啊，就是每一家设计机器人的时候有自己的诉求，对吧？小鹏达到了诉求，马斯克也达到了诉求，特斯拉的股票也涨了，而特斯拉的擎天柱机器人距离实用也很遥远啊，也没有说一天两天就可以搞定这事儿了，所以大家呢就不要50步笑百步就好了。进行文件分析啊，范老师有比对用 LLM 的这个 Web 版 Codex 处理两种方式的效果哪个好吗？文件分析的话，因为我是不怎么用 Codex 做文件分析的啊，这个我一般都是用 Web 版，这个用的更多一些，所以没比对过。女性机器人不是解决性饥渴的吗？当然不是了，这个在国内干这活儿怎么敢呢？对啊，国外公司很多都是老板的名字，洛克希德马丁、道格拉斯，呃，麦当劳也是老板的名字吗？这我还真不知道啊。波音也是老板的名字啊。这个 Harris 是哪个？老外最喜欢用自己的名字，特别是德国啊？为什么是特别是德国呢？我觉得美国也挺多的呀。我们新疆的好兄弟开店都喜欢用自己的名字，是吗？这个就不知道了啊。老罗和他的朋友啊，是这也算是吧。下周美国同事第一次来中国玩啊，这个我想带他，再想带他去哪里吃饭？哎呀，你是在苏州，你要在北京的话，就可以去吃豆汁儿了。双十一买啥了，对吧？小米车来了，肯定是各种什么各种格垫儿啊，各种的那个什么车牌那个牌照件儿啊，对吧？然后里边的各种的那个阻隔网啊，就买这种小零件就够买的了。就是买辆新车，不像买新房那么需要装修、需要买家电啊，但是新车里头需要买的东西也很多。惠普、戴尔、福特、阿迪达斯、本田、丰田、法拉利、兰博基尼，大把的创始人名字起的公司啊，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有很多这个在国内待时间长的人就觉得用老板名字起名字，用老板名字给公司命名是一个很奇葩的事情。摩根大通也是老板的名字啊，这个好啊，摩根是肯定是老板的名字。我买了一大堆咸蛋黄薯片和咸蛋黄锅巴，特别喜欢咸蛋黄啊。这个，但是老外吃咸蛋黄吗？他们不认为这东西有问题吗？国内最近特别流行一个东西叫奶皮子啊，什么奶皮子糖葫芦、奶皮子什么这个，你可以让老外试试。好多潜在的机器人订单啊，都转成了 AVG 这类物流仓储机器人了啊！今年出货量好像蛮厉害的，是这样的。这人形这个肯定还是要再等一等才可以普及起来，不要着急嘛。人形机器人不仅仅是适合用来制造投资热点，而且是只能用来制造投资热点。反正最终效果就是钱流动起来，我觉得目前就够了。这个人形机器人最终实用的话，我觉得大概还有3到5年吧，就是真正大批量的进到工作岗位上，还是要再稍微等一等的。而且这个谁，亚马逊说了，说这个机器人上来可能都不用是人形的，你下的是轨道的，是轮子的都行，对吧？他准备再裁60万人，对吧？现在是裁了3万，啊，这是他30万白领中的10%，对吧？他要再裁60万，是他120万蓝领中的50%，要把这些人再裁掉。
啊，所以人形机器人啊，或者是这种机器人吧，大规模被使用还是一个未必是好事啊。感觉老范这频道走出 MVP 了，MVP 是什么？所以语数上市以后，下一家机器人公司上市就不值钱了。所以智源科技要在语数上市之前去买一个上市公司的壳，就是要把语数这个位置给它占掉，对吧？前面咱们讲过这故事嘛。中美本来有着互补关系，也许是现在和以前不同的各国债务都太高了，这个压缩了很大一部分，这个互补空间啊。这个中美的故事，等我再稍微研究研究，跟大家讲啊。这个老范讲政治这个事儿，还是一个可以蛮开心的事儿吧。本来就不懂啊，然后就跟大家讲这个不懂的事儿。基础知识客观的人还蛮多的啊，这个太正常了。新疆那边特别多叫什么什么什么叉叉叉的什么饭店，那基本是从爷爷辈传下来的，就是用自家的名字，这个还真不是那么了解。人形机器人最重要的作用是肯定是机器人男女朋友啊，这个我觉得没有那么快了。麦当劳的创始人啊是这个啊，跟道格拉斯创始人啊叫 Donna 的道格拉斯啊，好吧，合并成了麦道，好吧，啊麦道啊不是麦当劳是麦道啊，好这个是波音创始人是波音，好吧。这一阵国贸的糖葫芦特别火啊，一般要排队半个小时才能买到。在那儿买过一次，现在流行的奶皮子糖葫芦好像是用羊奶做的，还特别膻，这不对吧？奶皮子是羊奶做的吗？这个我就不去吃了啊！我本来还对这事儿有点这个念想了啊，被你一说我就没念想了，太罪过了这个。好，继续读评论。这个 Star Cloud 的轨道算力中心啊，这是我跟土拨鼠又做了一期节目。有人说了，说星云啊刚发了一颗，是猎鹰9发的，理论上每颗卫星做分布式计算，然后用激光链路连接，是可以做成集群效果的。同理，特斯拉汽车超过1000万个芯片计算，然后用星链这个连接也能够做到。而且不用考虑散热和供电，马斯克真的是下一盘大棋啊！期待特斯拉云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你想太多了啊。这个就是 GPU 之间的连接啊，那个速度是非常高的啊。这个你哪怕说是卫星之间激光链路，实际上好多最后那个速度不是差在链路上，速度是差在什么呢？是这个架构之间进行数据传输，以及这个权限认证啊，什么做这块是很慢的啊，所以跟你具体是怎么连上没什么太大关系。就为什么他们都在搞什么超节点，什么 NVL72，或者是国内的什么升腾384这种超节点？所谓超节点，就是你在这个里边已经打破架构了。对吧？你这个数据不需要从显存搬到主板，再从主板搬到内存，然后再从内存，然后上网卡，然后再到那边去进行信息验证啊，就是用户验证，然后再把这个信息通过网络交换再传到对面的这个主板，然后主板写到内存里去，甚至还要写到硬盘里去，然后再把这个东西再导到对面的这个机器的这个显存里去，然后再让 GPU 去干活啊。就是正常的我们传数据是这么传的。但是所谓的超节点是什么？他们直接在 GPU 之间去拉这个光纤啊，像华为的那个升腾384超节点就是这样，就是每一个 GPU 算力卡后边就直接是光纤接口，然后拿光纤接口把这些卡全接一块。那么他们之间进行数据传输的时候呢，是没有权限认证的啊，也没有经过主板，也没有经过内存，也没有经过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这玩意儿才能快啊。这个你要想让你家里的这个特斯拉汽车直接连上这样的网络的话，这个
是会出大问题的啊，所以千万别惦记干这个活。然后说4×4公里这么大玩意儿，如果化整为零啊，肯定需要高速互联，在地面的机房上，这种柜子跟柜子之间啊，集群跟集群之间的互联需要带宽啊，延迟是什么水平？迁移到这个太空中的话，星链那种激光通讯，是否可以弄一堆上去？化解这个难题啊，它这个4×4公里不是分散的，它是一整块啊。然后呢，它是把这些卫星发上去以后呢，啊，在这个4×4公里这个巨大的面上啊，旁边去一个一个挂上去啊，它是这样来工作的。但是呢，这些应该也没有办法做这种特别高密集度的这样的运算啊，这个还是需要一些新的方法的。还有人说，大家都觉得泡沫快破了，可是他就是不破，还在继续吹，啊，还能继续吹大好几年啊！当大多数人都觉得还会继续涨的时候，才是泡沫破的时候啊！但是现在呢，就是大家已经很害怕了啊，这个数据还是在快速的震荡，就是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动。你想，英伟达5万亿的公司，对吧？世界最高。稍微有点风吹草动，那就2%、6%、百分之几的这么上蹿下跳的，对吧？今天是谁？孙正义把英伟达清仓了啊，然后咵嚓又掉下来了，对吧？这个就是大家都已经觉得快出事儿了啊，这个是不是说他们想把它继续吹下去就能吹得下去的。叫自己名字的人啊，做产品相对来说是比较负责的，因为这里边是本人信誉绑定，哎，这个是对的啊，因为这个总不能对不起祖先嘛。Minimum viable product，你的产品应该很早就成 MVP 了，这是什么？最小什么啊？最小规模产品化嘛？什么奶都可以做奶皮子，骆驼奶也可以。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奶皮子糖葫芦到底是拿什么做的？NVL72 130TB 每秒，星链连的这个镭射通讯，连 G 级都没有还没上线呢啊，那这个还去得很远。把机房发到外太空，我感觉就是讲故事。那这个故事他就有人讲啊，而且人家还融到钱了，融了2100万美金。软银清空英伟达股票，股价就剧烈震荡了。但是软银本身持有的并不多，对呀，但是它是有示范作用的呀。小翠不是说，即使泡沫破了，英伟达也能全身而退？老范怎么看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英伟达的股价呢，其实也是几起几落。呃，小翠呢是估计是他持有吧，这就不知道了。啊，我并不认为英伟达就会永远一直这么下去，啊，因为对于英伟达来说呢，它现在在很努力的折腾，它要折腾是什么叫分散，啊，什么叫分散呢？就是各个国家啊，你们都要买英伟达的显卡啊，你们去做主权的 AI 去，然后各个小公司你们也都要买英伟达的显卡，因为我兼容性最好。一旦集中了，你比如说就剩几家大的了啊，谷歌、微软、这个亚马逊。叫御三家的云计算，对吧？再加上国内的什么字节、这个阿里云啊，这几个大云啊，搁在一块儿，大云是最没有忠诚度的啊。大云是完完全全可以自己去这个定制芯片，直接找博通定制就完了。像 OpenAI 现在不也去定制芯片去了，对吧？所以在这一块上呢，这个英伟达你要想让自己的产品卖的这么贵啊，而且大家还必须买，就一定要让算力分散掉。越是集中啊，英伟达就越没戏。
大家还是不够真害怕啊，对，至少下面这些持股人还不够害怕，否则现在就开始狂抛售了啊。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就是英伟达也好，这个微软也好，他们手里的现金太充裕了，对吧？所以他可以讲很多的故事在这里头。软银不是抛出去投给 OpenAI 了吗？这个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千万不要听这个不太了解的人胡说啊。基金呢，就是这种大的基金里头是分割的，就是软银的愿景基金啊，它是一个独立的基金，对吧？你不可能说我在那头把这个软银集团的股票卖了，然后愿景基金就有钱向 OpenAI 去投钱了。它这个基金一旦分割开了以后，你就还是说哪块钱是我募的啊，然后这个钱当时是怎么承诺的，是做什么的，几年之内要把它清偿掉，这个事儿它是死的，你不能说我随时往里补充钱啊。当然你说你要一定补的话，也是很麻烦的啊，不是说很容易就可以补进去的，对吧？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公司都是什么嗨？这个其实事实上收到的，怎么样的结果啊？他们知道会有一个折扣啊，是这个，但是现在是这样，大家都在赌说未来的盈利方式、未来的商业模式可能是现在无法想象的，对吧？然后整个的这个，包括美元吧，就都会大量的通胀贬值掉，对吧？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股价继续会上行啊，他们是这么来去赌这个事儿。我建议老范以后不用给一点基础都没有的观众搞科普，太费劲了。就像有个人啊，跟你说现在 Web coding 干掉程序员一样，你没办法解释。这个他没办法，因为这个还是要跟大家尽量讲一些，都能听懂的事情吧，对吧？我也不能让这个本来已经很小众的频道变得更小众。巴菲特又英明了啊！巴菲特现在已经正式退休了。刚刚试了一下，通过 Codex 方式分析文件，我放弃了。他是在用编程的方式啊，太复杂了，是这样的。这个他不适合干这个活儿。英伟达的股价基本把几年后的订单也细算了。这个英伟达最怕泡沫破裂，大面积撤单吧。这个股价震荡它是不虚的。如果能打开内地市场，它的护城河就牢不可破了啊，这是真的。因为呢，这个你像我原来干的活儿是叫开发者关系啊，就是我在盛大也好，在猎豹也好，大家做了很多年的开发者关系，我是从开发者关系转投资的。那么对于像英伟达这样的这种卖铲子的人，他就一定要去维护好开发者，而全世界最多的 AI 开发者一定是中国，啊，一定是中国人啊，这个毋庸置疑这件事儿。那么如果失去中国的话，它现在靠这个库大维持下来的，它叫一个事实标准啊，就会非常非常危险。分析文件可以用这个 Cloud SDK 啊，这个我还没怎么用过。好，我们继续啊，这个 OpenAI 需要美国政府兜底和担保吗？这条视频呢，有人评论了啊，说英伟达今天涨了5.79%，其他也差不多涨回来了。当然啊，主要还是美国政府开门有望了啊，这个是昨天的还是前天的评论啊，那么今天就又跌下去了啊，所以英伟达真的是上蹿下跳。还有啊，说其他公司被 OpenAI 绑架也是有限的，但凡有一个公司跑通了商业模式，OpenAI 就会立刻成为被抛弃的垫脚石。屠龙少年战胜恶龙的故事加一，所以对于 OpenAI 来说，AI 行业别有这个盈利模式暂时还是好事儿，上市的还是继续，上市的还可以继续愉快玩耍。没上市还可以继续吹估值，啊，这事儿呢是这样啊，就是
我们不能用中国的思路来去思考 OpenAI 跟微软这样的公司，对吧？他们就真的是说你做得好，我就一直用你的，啊，他像中国呢，就总怕人这个卡脖子，所以呢，我只要挣了钱，我一定会把你踢掉，这个在国外不会的啊。所以如果大家都找到了盈利方式呢，OpenAI 会成为像移动运营商那样的底层建筑，是吧？并不会真的直接被踢掉，因为他那个活啊，你想把它整个踢掉挺难的，不是说随便谁拿了这么多显卡就可以快速的把它复制一下啊，这个不那么容易，这个典型的国内公司的这种思路啊，这个是不对的。当然不上市呢，肯定是现在 OpenAI 的一个比较大的共识吧，就是山姆奥特曼也好啊，他这个叫 Sarah Freya 也好啊，都说我们近期不谋求上市啊，因为我原来还专门录过一期节目，就讲说这个 OpenAI 上市之日就是泡沫破裂之时，因为你要出财报了，这所有东西都得落实了，对吧？这事儿是有问题的，所以它应该会在几年之内都不会去上市的。然后这个有人给我补充了这个 Sarah Freya 的这个履历啊，他说他在 Square，也就是现在改名叫 Block 的那家做 CFO 的时候，在职期间股价涨得非常好，离职后股价一蹶不振，是股民的小迷妹啊。老范不知道这段历史吧？你想想山姆奥特曼是什么人啊？OpenAI 可是当红炸子鸡。想做的人多了去了啊，怎么会随便请一个没有资历的人做 CFO 呢？但是他后边在做 Nextdoor 的时候，这个真的是不怎么样从他把这个公司弄上市，他应该是2017年还是一几年去的 Nextdoor，然后2021年把这公司弄上市，上市即巅峰然后就一直在往下跌，跌到实在没办法了才跑出来的。然后说这个老范话音刚落 c o v i l 就应声崩了，号称盈利增长130%看看折旧摊提周期拉长的和50B 的这个积压订单，还以为假会计跳槽去这个 c o v i l 了，马甲崩溃本体NVIDIA 还远吗？对吧？这个是这样的刚才咱们已经讲了这个 c o v i l 的事了就是它是最底端它是最底端，它要搞不定的话，这个事儿这个账是做不平的。而大家还记得 c o v i l 的这个创始人吗？那是一帮华尔街投行出来的人，特别会算账的一帮人他们整的这个事儿，所以他整不明白，就别人都整不明白这事儿。过来给老范打个招呼欢迎欢迎。哎，我发现在 Twitter 上发评论的人很少这个，因为现在这个直播呢是在Twitter 和这个YouTube 上同时在进行，Twitter 上的人还稍微多一点这个就很神奇。但是他们好像基本上不怎么发评论上来。刚才我看到了一条 Twitter 的评论但是真的很少。听说孙哥在2个月左右以前说精英们手里的钱太多却没有好地方放，所以美股七姐妹的股价不断创新高这个确实是。美股七姐妹里头可能像美塔的这个钱稍微少一点但是其他的真的是现金海海的。如果不用人形机器人，而是重新进行机器人设施建设，是不是更有利于拉动经济？这个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这个工业机器人产线或者叫产业基本上都在中国所以美国人必须得玩卷人形。中美商业生态的差异，就跟 To B 软件生态一样中国公司采购系统过几年就想自己开发，美国还是喜欢合作和采购这里边的理念差别很大。是的，美国人就是用的好，我就一直用。X 机器人多，这是什么意思好吧 ，Twitter 的机器人多好最后这个是美塔是最大的诈骗集团吗？有人说了，说美塔是不是在向百度转型了这个真不是，
因为只有谷歌才能转型百度，百度是做搜索的啊。当然你说作为做这个广告上这一块不择手段啊，这个其实大家都一样啊，就是谷歌、Meta 和百度，就是这些大的广告商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因为我以前在猎豹的时候就遇到过这种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谷歌呢里头有俩部门啊，一个部门呢是政策部门啊，或者叫纪律部门，另外一个部门呢是销售部门。这个销售部门呢是有 KPI 的啊，我们就是销售部门的座上宾，但是呢永远是被这个纪律部门眼中钉肉中刺，就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呢有人举报我们啊，然后这两个部门就在内部打架。这个纪律部门说我要把他账号封了，然后销售部门说那我的 KPI 你背吗？对吧？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当然最后呢还是没挺过去啊，被封掉了。所以这个每一个公司里头都是这样的，就是它分很多层级啊，然后每个层级里头又有各自的人去背相应的 KPI 和责任啊。所以呢我们不要把一个公司作为一个这个独立的人格去分析这个事儿。还有人说大公司裁员的时候需要小心信息泄露，保不齐有员工报复啊。前阵子英特尔辞职，有个工程师盗了1.8万条保密文件啊，到现在人还没抓到呢啊。这个我看到标题了，我还没看这个文章。这个怎么说呢？确实有很多技术人员喜欢在离职的时候把自己的东西都拿走，甚至是一些别人的东西也都拿走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未必未来会怎么样吧。还有人说啊，YouTube 也全都是这个欺诈广告。最近开始有名人 AI 换脸欺诈广告了。澳洲这边我看到了 Gina Reinhardt 什么 Reinhardt 吧，这个词儿我就不认识了。的换脸，最后然后最近还经常刷到台湾中年妇女骗人去做传销的广告。这个做广告这件事儿呢，它其实是要去跟别人拼价格的啊，就是你的价格低了，你是买不到流量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说我都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买了广告了，那肯定得干一点这个更挣钱的生意啊。所以在这个上头，一定是欺诈广告更挣钱。至于说 AI 换脸这件事儿呢，只要有举报啊，那么谷歌会毫不留情的把它干掉。而且广告账户被干掉了，有时候是很惨的啊。广告账户是要充钱的。就是广告平台不会说，哎，你先把广告投出去，然后呢，这个投完了以后再给我往里放钱，这是不允许的，必须要先充钱，然后呢叫消耗预算，一旦把广告账号封了，你里边充的钱就都没了啊，所以广告账号被封是非常非常吓人的一个事情。说脸书在台湾的欺骗广告啊和市场多的这个不得了啊，而且很多都是内地人在回复卖家，这个没办法，内地的这个怎么说呢？它的人工成本低啊。但是像我们以前做 Facebook 的时候，都是跑去台湾招人啊，就是原来在猎豹的时候，想去运营 Facebook，那没办法，直接跑到台湾，把一个挖一个团队过来搞这个事情啊，还是非常棒的啊，因为国内的人就不太熟悉这件事儿。所以呢，这个最大的广告欺诈商应该不是 Facebook 而应该是谷歌，哈哈，它比 Facebook 这个挣的广告费多去了。美国不做人形不行，产业升级失败了。美国只能是这个，只有人形机器人才能拉动股价啊，其他都没戏。人形机器人赌的就是人体形态的通用性，具体就是直立双足行走对各种地形的高度适应性，大拇指和另外4个手指的对握的灵巧手啊。这个其实呢，小鹏这次讲了有一个事儿，就是他们最开始做的其实是4组的，后来呢才开始做人形的。说原因也很简单，就是4足机器人它是长条的，人形机器人呢基本上就是你的从上往下看这个截面积是个圆形或者说是一个方形，所以呢长条的这种机器人你进到一个家庭的环境里头或者是一个工厂的环境里头，它有一个问题，它没法掉头，就是你这么进去以后你调不过来，对吧？你只能原路退回来
而方形的这种机器人或者是圆形的机器人，你进去以后是可以转过来的啊。那么这一块为什么变成这样呢？就是所有的这些工位都是为人这种可以原地掉头的这样的一个生物设计的，对吧？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又 everybody 啊，你看真的有从 Twitter 这边来发评论的了啊，欢迎欢迎。杨乐坤跑路了啊，这个很正常，感觉梅塔科研有点要散的意思。哎呀，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科研这个东西啊，或者叫科学与技术这东西吧，科学跟技术是两回事儿。就是像大公司里头呢，你养杨乐坤这种团队，其实就是吃饱了撑的，压根儿就不该养他，对吧？梅塔其实自己一开始没想明白，杨乐坤这种人的用法是什么呢？就是你把他拎回来。然后呢，让他去带着一个团队不停的出去发论文，开会议、讲话，然后该发的钱呢给他发到，剩下算力啊什么的少给他点就行了啊，他能做出点东西来就可以了。真正该干活的是工程团队啊，就是拿已经成熟的技术去解决工程问题的团队。梅塔等于一开始就没想明白，他惦记让杨乐坤去给他解决工程问题。去做产品化，这不是胡扯吗？杨乐坤压根就不是干这个的，对吧？那你让他给你干这玩意儿就是胡扯淡。然后最后整了一个新的Alexander 王回来，对吧？还要跟杨乐坤这儿这个搅和，你就别搅和。就杨乐坤，我就把你供起来，然后你这个要拿多少钱拿多少钱啊？你想这个干什么你就干去，对吧？没他也不缺他这点钱。就弄就完了，然后你弄这个什么一定要这个拧出一股绳要折腾这事儿就真的没必要了。说到广告啊，立马就放广告了。不过这次直播的广告会分屏了啊，这个会降低跳出率吧？这个就不了解了啊。反正他们也在不断的去调整，因为最早的电诈就是日本和台湾啊，这个我还真不太了解。小鹏这个技术赶上波士顿动力了吗？你为什么一定要认为它赶上还是没赶上呢？啊，波士顿动力第一批的那个机器已经全废了，而且最后还是要看怎么应用，对吧？现在波士顿动力的机器人是由 LG 做的纯电动机器人，小鹏这个机器人那个腿上还是一大堆的液压泵呢。梅塔在 AI 投入巨大，但是技术管理不行，内部一堆大牛搞不出成果。哎，就是我觉得梅塔最大的问题不是技术管理不行，而是老板没想明白，还在那惦记玩 AR、VR 呢。他什么时候说我把这玩意儿砍了啊？你看梅塔的股价涨不涨？梅塔想学谷歌 DeepMind，但是两家公司的形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梅塔做快销的啊，就是梅塔的人，哎，这就没法说了啊，这不能说人坏话，对吧？这个跟谷歌的人压根就是两拨人。大牛都写自己论文去啊，是那样的。好啊，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里。我看看现在有多少人，177个人。然后在 Twitter 上呢有223个人，我还真没想到 Twitter 上还有这么多人在这儿聊天呢。好久没赶上直播了啊，开心啊！最近网上很多 Web Coding 的视频，老范怎么看这波热潮？我一直在玩啊，玩的很开心啊。杨乐坤应该学 Jim Keller 那种大神啊，苹果、Meta、AMD、英特尔，谁需要就去哪儿，他搞不定这个事儿，他是一个科学家，对吧？杨乐坤做的东西真的没那么好使。看点 VR，这个梅塔砍掉 VR，绝对股价暴涨。好啊，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周三咱们继续老范读评啊，欢迎大家积极留言啊，然后我就可以把它挑选出来啊，周三去跟大家一起讨论。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